15的这个定位非常尴尬。虽然这个颜色很讨喜啊，不过除了相机有改进以外，其实其他的手哥好像看到好几根牙膏放在那个手机后面。 挤牙膏的感觉真的非常重啊！那我知道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人说，反正我就是要买 USB-C 嘛，哈。大家好，欢迎来到手哥科科，我是手哥。iPhone 15终于发表了，那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它全面换了 USB-C 啊，果然啊，跟预期的一样。不过呢。 iPhone 15它只给了一个古董级的 USB 2.0 规格，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觉得最不理想的一个状况哈，因为 USB 2.0它的传输速度只有480 Mbps， 换算一下1秒最高也只有60 Mbps 的传输速度，所以其实它非常慢。我们先讲结论啊，如果你要问手哥建议买哪款，手哥认为，如果说你想要有新机的感觉的话，那建议就选15 Pro 系列。那至于 iPhone 15这种非 Pro 系列的话，其实手哥看一看，还是比较建议买14 Pro 啦，因为目前看到网上查到的价差只有500块左右。那至于有一些人想要用 USB-C 的话，其实一个转接头只要100-200块就买得到，而且原厂的也只要990块哈。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 USB-C 的话，你只要花个100-200块，甚至原厂的990块，你就可以搞定，而且不需要拔下来，插在原本的线上，你就可以有 USB-C。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 iPhone 15系列手机有什么新的功能或特色吧。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iPhone 15，那它这一次推出了粉红色、黄色、绿色、蓝色、黑色，这次颜色搭配其实蛮特别的，感觉上会让你的手机拿起来更活泼。不过因为它是属于淡色，或者是你说浅色，或者是粉色系。 所以感觉起来又不会那么鲜艳啊。那它的背盖玻璃采用的是超晶瓷面板，而且它使用了一个独家的技术，它透过这个双离子交换制成，把金属离子融入到玻璃的基底里面。所以不管你是铝材质的金属边框，还是它背后的这个超晶瓷面板这个玻璃材质，它的颜色非常的一致哈。那它的边框采用是航太级的铝合金啊，跟以往是一样的，搭配新的弧形边缘设计，所以整个握持感会比较温和哈，不像 iPhone 14它的这个角哈稍微锐利一点哈，握起来是比较有这个边缘的感觉。不过这个弧形的边缘设计有可能会让你的手机稍微比较滑手一点哈。不过这个到时候我们拿到实际的时候再来看看。那整体来说，今年 iPhone 15的配色其实因为好看，所以会更让人犹豫说，到底要不要用保护壳啊？那其实 iPhone 15 Pro 系列也是，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提。好，那再来看到萤幕的部分呢，正如传言所说 ，iPhone 15的萤幕也支援了动态岛。好，那这个超 Retina XDR 显示器呢，今年也有升级 ，HDR 的最大亮度提高到1600尼特以上，相比上一代只有1200尼特，它这个亮度可说是提升了不少。 那另外，在户外大太阳下，它最高可以达到2000尼特。好，那不过根据手哥使用 iPhone 14 Pro 的这个经验呢，如果你在这个阳光下太久，因为手机会热，一旦它手机温度偏高，亮度还是降下去了哈。所以基本上你在户外基本上看一下 OK， 但是你没有办法长时间用2000尼特的亮度一直在看哈。 接着在相机的部分呢，今年 iPhone 15的进步算是比较多的哈。第一个是它采用了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相较于上一代只有1200万画素，这一次 iPhone 15的相机感光元件算是有很大的提升了哈。那镜头的部分一样搭载双镜头，一个标准镜，一个广角镜。那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虽然说它是4800万像素的感光元件，不过它预设会透过软体演算的方式，把4个像素组合成1个像素。那这个做法可以干嘛？ 它可以提高像素的感光度。那也因为搭配这样的组合，48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它拍摄出来的照片是2400万。那 iPhone 15在处理这个照片的时候呢，每当你按下照片，它会做2件事情。第一个，它会用2400万画素拍一张照片；另外，它会再用4800万画素拍一张照片。那2400万画素这张照片，它的感光度比较好，所以它亮度稍微高一些。那4800万画素虽然说它比较暗，但是它的细节比较多。好，那它系统里面的光像引擎会把这2张图做一个合成，所以出来的照片就是又有亮度又有细节。那结果是2400万的画素照片。另外呢，这一次 iPhone 15终于有
2倍变焦了。那当然，它的2倍变焦呢，并不是光学变焦，不过它还是属于真实的焦段啊。因为这次感光元件的像素比较高，有4800万，所以苹果从感光元件中间的1200万画素哈，它取了这个范围的画面出来裁切啊。作为一个2倍变焦，所以基本上这个2倍变焦是真实的哈，不是去做软体演算法补出来的，所以它是清楚的可用。补充一下镜头的这个硬体规格哈，主相机它是4800万像素感光元件，那搭配 f1.6 的光圈。那另外一颗超广角相机呢，它是1200万画素的感光元件，然后搭配一个 f2.4 光圈的镜头哈。那这2个镜头都支援 OIS 光学防手震。在相机的软体上，今年苹果也做了一些软体上面的升级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新人像模式，新的人像模式它强调了一点，就是你不用再特别切换到人像模式哈。如果在 iPhone 14以前，你会发现它有一个人像模式啊，那在新的 iPhone 15以后，它这个模式就不需要特别切换了。那手机它会自己侦测你拍摄到的主体哈，如果它侦测到你的主体是人、小狗或者是小猫，好，它在拍摄的时候就会自动再去读取你这个照片里面它的一些景深资讯，它都会记录下来。那有了这些资讯以后呢，苹果它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叫做对焦及景深控制功能。在你拍完照片以后，你可以随时把照片打开，不用当下随时把照片打开，然后点取画面的对焦点，你可以选择要对后面的人，也可以选择要对你正前方的人，或是点选那只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后对焦的功能那以前有一些相机比较高阶的，它有这个功能，那现在 iPhone 在加入了这个景深资讯以后，这个后对焦功能呢，就变成你随时都可以取用的一个功能了那另外，刚刚我们有提到主体是小猫小狗嘛，所以没错，这一次 iPhone 把猫狗的判断独立了出来，所以你以后在相簿的 App 里面就会看到一个你宠物的相片所以如果说你就有一些毛小孩的话以后 iPhone 会自动帮你把这些照片整理起来，你就不用自己整理了。另外，它这次也推出了照片智慧型 HDR5那根据苹果说明，它会自动把主体跟背景最佳化，所以也就是以前我们在做 HDR 的时候，它可能对比还没有调得很好，或是肤色，或是跟这种高对比的地方的时候，它没有做得很好。这次它最佳化以后呢，它这个照片会更鲜艳，然后肤色也更真实。不过这是苹果的说法哈，如果是用过 Android 手机的人来说，其实你应该也会觉得苹果所谓的真实跟我们想象中会不大一样那首歌自己是觉得苹果它会比较刻意去强化一些细节。为什么是强化细节？细节很重要，但是苹果它比较偏向是，比如说你有毛细孔，你有皱纹或者是你皮肤上有一些痘痘苹果的细节会把这些东西强化的非常明显所以有时候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用苹果内建相机拍照，就是这个原因因为Android 相机它其实这个演算法比较人性了虽然说真实很重要，可是我们照片是人要看的嘛所以人性更重要了那我觉得 Apple 这边它的真实是不是你想要的？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看看。处理器依照惯例，它使用的就是前一代 iPhone 14 Pro 的 A15 Bionic 处理器。那细节部分这边就不多说这一次有提升的是什么？它搭载了第2代的 UWB 超宽屏晶片，那它的侦测距离比上一代多了3倍，所以这个 UWB 晶片它不只可以是追踪物品而已那现在它还可以帮你找朋友怎么做？如果你在寻找这个 App 里面有和朋友分享定位，那如果朋友的手机也支援这个 UWB 超宽屏晶片的话，你就可以从 iPhone 手机上面可以看到现在朋友在什么方向，那它距离你多少距离所以人海茫茫的时候，这个功能会让你更容易找到朋友。那另外呢，如果你在荒郊野外发生意外的话，那可能你没有手机讯号，你也没有 WiFi 讯号，那这时候怎么办？ iPhone 15这次也支援了卫星救援服务，你可以用 iPhone 15透过它上面的卫星救援服务功能呢，呼叫救援。目前已经开通3大洲14个国家，不过还没有台湾。这些支援的国家可以免费使用2年。在传输界面呢，没错，这一次用了 USB-C 了
那 iPhone 15的 USB-C， 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传输速度啦哈，它有一个还不错的功能啦哈，就是在 AirPods Pro 2没电的时候，它可以反向帮 AirPods 2耳机充电。那为什么指定这个？没有为什么，因为苹果发表会里面只提到这一款了哈。不过这个 USB-C 它使用的古董级的 USB 2.0， 这个首哥觉得真的非常可惜了哈。因为当大家都已经在使用 USB 3.2， 这个每秒可以传送1200 MB 的传输速度的时候 ，iPhone 15它只有60 MB， 而且大家可以想看哦。刚刚我们讲了 iPhone 15它的相机提升了很多，比如说刚刚讲4800万像素，甚至你可以拍4K 60 FPS 的影片的时候，那个影片一拍完，动辄都是算 G 的哈。假设1G 1000 MB 哦，但是你的传输速度只有60 MB， 你传一支影片要多久？哇，很慢的哈，人家只要1秒就传完了。你用 iPhone 15拍摄，你相机再好，你的传输速度都只有60 MB， 所以这个组合啊，其实不是很理想啦哈。那我知道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人说，反正我就是要买 USB-C 嘛哈，对，因为我少带一条线，就是我就喜欢嘛。不过其实就跟刚刚提到了哈 ，USB-C 它就是一个几百块就买得到的东西，而且你插上线以后，基本上它不占空间，反而你的线还可以变得长一点，不麻烦啊。好，所以这个 USB-C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用的功能？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另外，今年开始用 USB-C 以后，大家可以预期 Lightning 的接头、Lightning 线、Lightning 周边，它干嘛？出清嘛，降价嘛，哈，慢慢的价格就会开始看到一些价格往下跌了，而且所以到时候你买这些东西的价格一定会更低。好，那 USB-C 大家想看，厂商都要干嘛？全新开模、全新设计，那到时候这个成本一定先转嫁到消费者手上嘛，所以 USB-C 的东西就是贵。然后 Lightning 的东西会越来越便宜哦，这个大家可以再考量一下。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部分，哇，这一次 iPhone 15啊，比前一代贵了2000块。那 iPhone 15 Plus 反正贵的比较少，1000块。不过就整体来说就是贵了啦哈。这个价格我们看到 iPhone 15 128GB 的29900啊，这也是今年 iPhone 15唯一低于3万块的机型了哈。那其他的机型都要3万块以上，最高 iPhone 15 Plus 512GB 43400块。接下来我们看到 iPhone 15 Pro 系列啦，这一次发表会的重点其实就是 Pro 系列这只手机啦哈，因为这次 iPhone 首次采用钛金属作为机身，那这个钛这个材质呢，它有更坚固而且重量更轻的特性。如果是以 Pro Max 来看，它 iPhone 15 Pro Max 比 iPhone 14 Pro Max 轻了19克，而且手机呢更小一点，因为它的边框更薄了。好，那 iPhone 15 Pro Max 它的边框它是采用了法丝纹的边框设计。所以我们从这个照片上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满满的金属感，非常浓厚的金属感，而且它搭配了4种钛金属的涂层哦，所以你握在手上的时候，那个颜色会让你凸显出你自己的沉稳跟专业的感觉。那 iPhone 15 Pro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配色呢，其实也就是首哥一直在过去的影片一直提到的 Pro 系列，它的配色风格一向都是这种沉稳专业，它的风格都是这样。比较不会有像看我们刚刚看到 iPhone 15，就是比较活泼比较多彩多姿的这种感觉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 Pro Max 它首次也搭载了这个潜望镜头，可以做到5倍的光学变焦。我们大家再来看看。那在传输界面的部分呢，这次当然也用了 USB-C 不过 Pro 系列它就比较有诚意多了啦它支援到 USB 3，严格说起来是 USB 3.2 Gen 2了传输速度最高每秒可以达到1200 MB， 这比较合理嘛，因为你要拍高画质的照片、高画质的影片我们刚刚讲的 ProRes、Pro RAW 这些影片的档案都非常大，你没有这个USB 3.2 Gen 2这个传输速度，你要怎么传到昏倒那再来是这个动作按钮，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 Action Button。你这个按钮不只是可以切换静音那在 iPhone 15 Pro 系列以后，你可以从设定里面去改变这个按钮的功能，你可以去直接打开你想要的 App， 或者是执行你所设定的一些捷径，比如说我可以按下一个 Action Button 去干嘛？把我家全部的灯关闭或打开这个是可以做得到。
所以以后 iPhone 它可能是一台可以遥控你家里面的这个遥控器哦，哈，也有可能。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看 iPhone 15 Pro 系列的一些细节吧。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下这个 iPhone 15 Pro 系列的性能核心啊，就是这个 A17 Pro 处理器。那它是第一款采用3奈米制成的手机晶片啊，当然这也是我们伟大的台积电做的。那 A17 Pro 呢，它有6个核心啊，分别是2个大核啊，2个效能核心，4个小核，4个节能核心。那如果跟上一代去对比的话，大核的性能提高了10%，好，那小核的性能功耗比呢是竞品的3倍。那这个竞品是谁啊？大家也知道哈。那再来是它这个神经处理器，也就是 Neural Engine， 它有16核心，性能呢比前一代提高了2倍。另外呢，这一次苹果把 USB 3.0 的控制器设计在 A17 Pro 晶片里面，它可以去实现一些以前做不到的工作流程。例如在拍摄 ProRes 的高画质影片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把这个录影的档案存到外接装置，所以不用再把这个 iPhone 的容量塞满了，可以直接把影片经过 A17 Pro 处理器存到外接装置。所以当你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高画质影片放心的存到外接装置上。那在 GPU 的话，这次是6核心设计，那性能比前一代提高了20%，而且这一次它是首次支援硬体的光追，也就是 Ray Tracing 的处理。那在相机部分呢，这一次 Pro 系列最被关注的就是 Pro Max 它这个潜望式镜头，我们等一下来提哈。那 Pro 相机它这个系统总共有3颗镜头。它搭配的是一个4800万像素的主相机，以及一个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相机，还有一个1200万像素的望远相机。那它和 iPhone 15我们刚刚提到一样，系统会拍一张4800万像素的照片，跟一张2400万像素的照片，然后来做合成。好，那它合成以后就做出一张有高感光又有细节的2400万像素的照片。那另外呢，为了方便大家取景，或者是为了方便摄影师取景，iPhone 15 Pro 系列，当你的这个放大倍率选择在1倍的时候，它有一个功能可以让你快速切换24、28、35毫米的这个焦段啊。那这3个焦段其实也是在做专业的人像摄影的时候最常用的3个焦段。现在你不用自己调了哈，你只要点选这个1倍的那个按钮，点选一下就切到24，再点一下就切到28，再点一下就切到35mm的这个焦段，很方便哈。那同样的，它也支援对焦跟景深控制功能啊，或者是换个说法叫做后对焦的这个功能啊，在 iPhone 15 Pro 系列当然会有了哈。那另外呢，为了搭配明年要上市我们这个顶级的这个空间运算设备 Vision Pro。iPhone 15 Pro 可以利用它的超广角相机跟主相机来搭配，去拍摄这个空间影片换个白话一点，叫做3D 影片哈。那不过这个空间影片在拍摄的时候，记得哈，我们如果要立体的话，要拍出这个3D 感的话，这个镜头要打横哈，所以它只有在左右哈，必须在横拿的时候才拍出这个3D 效果，直拿的时候你是没有3D 效果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Phone 15 Pro 系列的重头戏——望远镜头。我们先讲 iPhone 15 Pro， 那它提供了一个3倍光学变焦的镜头，焦距是77mm。那这个和 iPhone 14 Pro 的配置其实是一样的啦哈。不过根据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规格哈，这个望远镜头它的感光元件像素里面，其中只有6%。作为对焦像素，所以它实际上它的对焦性能可能没有100%对焦像素那么好啦哈。那这个我们可能到时候要实测才知道。那 iPhone 15 Pro Max 重头戏，这一次它用了这个潜望式镜头，可以提供5倍的光学变焦。那它的焦段呢，如果去换算的话是120mm。那这个如果你是拿单眼的话，就知道我120的。这个镜头其实都蛮长的哈。那另外，它的感光元件也比前一代大了25%，而且光圈是 f2.8 的大光圈。那这个呢，在目前我们有采用这个潜望式望远镜头的手机来说 ，f2.8 的光圈算是比较大的哈。那当然要望远就不能没有这个防手震模组嘛哈。所以这一次
iPhone 15 Pro Max 这个潜望镜头呢，它当然也搭配这个3D 感光元件的位移模组，它是可以实现这个上下左右前后这个3D 的这个影像稳定，那最重要的，它这个感光元件里面呢，它是100%的对焦像素，相较刚刚我们 iPhone 15 Pro 它那个6%的对焦像素，那这个100%对焦像素会让你大大提升对焦的准确度跟速度。那首哥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争议说iPhone 15 Pro Max 不是潜望镜头啦。不过在这边，首哥要跟大家说，是它就是潜望镜头，只是呢，苹果它透过了一个光线反射的原理，在单一个镜片里面，它去延长它光线行走的距离。所以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昨天的发表会，它是说在这个镜片上面，它反射了4次透过这样子的反射的原理，来达到这个长焦段它所需要的这个光线行走的距离。那当然，它也是有一些优点跟缺点的哈。那优点呢是它的光线比较不会折射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般走这种传统的这种镜头模组的话它可能中间有4片到5片的这个镜片，那每过一个镜片它都属于透镜嘛，所以它有一些折射，有一些反射，所以光多少都会被影响那它比较没有那所以它也可以有比较大的光圈理论上啦，画质会比较好。不过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嘛，数位摄影当道，你这个照片拍进来的照片其实都不会是原生的都是经过手机处理的，所以这个好坏，我觉得到时候我们实测的时候才知道那它的缺点是什么？没有办法做光学变焦，像三星的这个 S23 Ultra， 它也有这个10倍的光学变焦但是它中间还有个3倍，那就是它透过中间这个镜头模组，它有一些镜组是可以移动的，它是可以透过这样子来做这个变焦。不过iPhone 15 Pro Max 这个设计，它体积比较小，可是它就没有办法做到光学变焦，算是有好有坏啦。那 iPhone 15 Pro Max 呢，简单来说啦它一只手机实现了从13mm 的这个广角到望远端，它有120mm 的光学变焦所以它这只手机可以涵盖的这个变焦范围其实是蛮大的那以实用性来说，如果说苹果没有出什么问题的话中间没有出什么纰漏的话，其实这个镜头这个相机的设计，其实对拍摄的人来说是蛮友善的。那接着呢，我们到 iPhone 15 Pro 系列的 USB-C。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嘛 ，Pro 系列它支援 USB 3，其实就 USB 3.2 卷 2啦。它的传输速度可以到每秒1200 Mega， 它可以让你快速的把 ProRAW 的照片或者是 ProRes 的影片传输出去。那另外也可以透过 iPhone， 它有一个叫做 Capture One 的 App， 可以直接把这个影片传送到你的 Mac 上，所以你可以一边拍，在 Mac 上就是一边看所以这个其实如果说你们有去过这种专业的摄影棚的话，或者是有比如说拍过婚纱的，就会知道一边拍旁边就有一个 monitor 在旁边看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最及时的这个画面。那当然你是导演或者摄影师，他就可以知道说什么地方要调整，什么地方好，或者要怎么样这最及时的。那另外呢，我们刚刚提到，因为有这个 A17 Pro， 它有一个新的硬体架构，在拍摄 ProRes 影片的时候，可以直接把这个影片档案存到外接硬碟那当然这个就是要透过 USB-C 3.2 卷 2 的这个每秒1200 Mega 的传输速度。不过呢，这边呢，首哥就觉得苹果实在是圈圈叉叉了你觉得苹果这么佛心吗？没有啦，告诉你，因为呢，虽然说它支援 USB 3，但是苹果它包装里面附的 USB 传输线只有 USB 2.0。那这个怎么知道？因为在发表会上，苹果说 USB 3的传输线是选购的所以拍摄就算你花了5万多块、4万多块买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拍摄你的线只有 USB 2.0，USB 3的要自己去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价格的部分，那跟 iPhone 15一样贵贵 ，Pro 又更贵 ，Pro 系列iPhone 15 Pro 贵了2000块，每一个型号都贵2000块。那 Pro Max 的话，贵2000到2500块，看你选择的型号。另外呢 ，Pro Max 系列
没有128GB 的选项。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入手 Pro Max 的话，拍谁最便宜 iPhone 15 Pro Max 256GB 要44900块啊！所以荷包准备一下，捏一下。好，接下来这边首哥把 iPhone 15全系列手机的价格做一个整理，大家可以从这张表上看到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手机真正有贵的啦哈，几乎所有的手机都在3万块以上。如果你要买好一点的手机的话，没有个3万5、4万块，你基本上买不到那种比较有升级感的手机了哈。我们以 iPhone 15 Pro 128GB 来看。36900块，这个是 iPhone 15 Pro 里面最便宜的一款啦哈，所以这个手机啊看起来是真的不便宜啦哈。那如果你要买更高的容量、更大的规格哈，那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嘛，倒三角跟我们人口一样，倒三角以后就越来越难买，你以后手机就越来越贵哈。不过这次苹果它默默哈，它只讲了一句。iCloud 有推出更大容量的版本哦，反正现在网络也越来越快嘛，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花那么多钱的话，你也可以考虑啦，买小容量一点的，好，那照片呢就把它同步到 iCloud 上面，然后把手机里面删掉。如果这样的话，你128G 还可以用啦哈，因为其实我们打开手机的这个使用空间统计，其实大部分都是被手机的照片跟影片塞满啊，你就把这个 iCloud 容量买大一点，哦，那把照片都上传上去。基本上手机128GB 应该够用了哈。不过其实现在大家用手机也不像以前啊，装了一大堆 App。现在你会用的 App 其实就那几种哈。所以如果你要买128GB OK， 但是记得你这个 iCloud 的空间你买大一点，把容量都放到那边去哈，省下来的钱也够你再撑1年的啦哈。那另外呢，还有一点是，首哥之前说这个 iPhone 15 Pro 系列涨价以后。哦，这中间的这个价格带可能是要来容纳这个新的机型 Ultra 的空间，不过从现在这个价格的分配图来看，应该没有这个空间了哈。所以这个第一个是 Ultra 果然在今年没出现嘛，因为这个上次首个影片就讲哦。第二个是 Ultra 看起来也不会在这个价格带出现，所以它要不就是比 iPhone 15 Pro 系列还贵，要不然就是没有这个组合哈。因为以目前苹果的这个命名策略来说，就只有15没有 Pro 系列跟15 Pro 2个系列哈，非 Pro 跟 Pro 就2个系列，没有什么 Ultra。那这次有什么 Mini 啊？哦，不见了。哦 ，S1 可能有一个神秘的存在，但是以后会不会有啊？不知道。看完以上，就是首哥帮大家整理有关这一次 iPhone 15 Pro 全系列的这个手机的功能啊，还有这个价格的整理。整体来说啊。首哥觉得 iPhone 15不是 Pro 15的这个定位非常尴尬啊，虽然这个颜色很讨喜啊，不过除了相机有改进以外，其实其他的首哥好像看到好几根牙膏放在那个手机后面，挤牙膏的感觉真的非常重啊，没有太大的升级啊。不过当然有一个说法是说，基数带在升级的幅度上都不会那么大，所以也就是说15可能升级少一点啊，到16就会升级多一点。那这个大家就听听看了哈，因为其实如果说你重相机功能的话，那 iPhone 15 OK。可是如果你觉得我买15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就不用那么好的相机，那反而你买了15以后，相机你用不到。与其这样子的话，就听首哥的话，首哥就建议你去买 iPhone 14 Pro， 因为什么？同样的价格差500块。你可以买到14 Pro 所有 Pro 的硬体配备，可是你到15都没有。好，你只有一个相机4800万像素，还有新的 HDR， 还有这个新的这个景深那个后对焦的模式，其他呢没有，其他都还好，其他说真的都很普通啦，都没有什么改进啊。如果说你真的要买 iPhone 15的话，当然首哥建议啦，就是买15 Pro 系列。那个15系列真的，除非你真的你手机太久没换了，你想要换一下 OK 啦。但是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你是买13、14的，你想要升级，真的建议你买15哦，因为这个硬体规格来看，的确集中在15，而且这个我们刚刚看到 USB 3哦，然后这个潜望镜头，还有我们这个相机的升级哦，还有支援 WiFi 6E哦，这个都在15 Pro 里面会有了哈。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体验比较好的，体验到比较有进步的 iPhone， 请选15 Pro 系列，甚至15 Pro Max 啊。Pro Max 今年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手机轻了不少了哈。我们刚刚看了，Pro Max 系列比前一代少了19公克嘛哈。那最后了哈，这个苹果哈 USB 2.0你还用得下去，我真的觉得佩服哈。大家这个不要再姑息苹果，养成这个挤牙膏的习惯了哈。这一集影片我们还没有讲 Apple Watch 啊 ，Apple Watch 也是另外一个挤苹果的极致啊哈，不是挤苹果 ，Apple Watch 也是另外一个挤牙膏的极致啊哈。不过我们这一集影片就没讲了哈。所以 Apple Watch 如果说你是拿 Apple Watch S8 的，手刚还没拍影片，但是可以先跟大家说卖背啊哦，你等下一代，因为7、8、9基本上它是属于同一个世代哦，所以你买了9，如果你买了9。明年 Apple Watch S10 的时候，哦，那个要大升级了。你买29，你明年就后悔。所以你有 S8，小手哥这个是 S6，不建议你今年买 S9哦，因为对没合了哈，牙膏你不要买牙膏。OK， 好，这一次有关 iPhone 15的所有的这个硬体规格整理啊、价格整理啊，还有手哥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一集整理给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再帮手哥在这支影片点个赞，然后分享，按一下分享给你的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聊聊 Apple Watch S9。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拜拜。